欢迎收看第116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先从这个标题开始拆解啊，说中国一年死2000万。现在还没有啊，这个必须要说清楚。2025年的官方数字呢是说出生了792万人，死亡呢是1131万啊，就人口净减少339万。那什么是一年死亡2000万呢？是我们把未来中国就是深度老龄化之后可能出现的死亡高峰，我们推到眼前，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一年死2000万意味着什么？怎么算的2000万啊？它不是说12亿人除以75年啊，然后这么一个算术游戏，不是啊。因为决定一个国家每年死多少人呢，是它的年龄结构决定的，对吧？有多少人处于70多、80多、90多，这是死亡高峰期啊。那中国呢是有一个巨大的人口波峰的啊，所以就1962年到1975年这第二次出生高峰啊，那个时候平均每年的出生人口是大约2583万。那到了今年呢，这一批人啊，就大概是50多岁到60多岁啊，那就说再往后10几20年，就是他们的一个高龄期啊，和这个死亡率都会增加，对吧？那么2025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65岁以上达到2.2亿啊，那这个开始了，是吧？那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说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个英文周报啊，2022年它有一个人口健康模型，那个模型呢就对2050年的自然趋势做了一个估算啊，他估计呢那个时候那一年就要有1937万人死亡，那如果控制的比较好，大概是要死1582万人，如果控制的不好就会到达2325万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标题里说一年死亡2000万不是在夸张啊。那这到底有多恐怖呢？如果一年死2000万人的话，中国平均每个月就是167万人去世啊，每天就是5.5万人，每个小时2200人就去世了。这不是因为战争也没有瘟疫，是吧？不是说突然有一天这个全国就集中的5万人就没了，是吧？不是，它是一个非常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一种正常衰老和死亡就是平常你看不出来，但是呢每过一年你回头一算就大概是一个城镇这种量级的人口就从你这个人口表上就消失了一个城镇就消失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一年只出生500万人，但是那一年呢死2000万人，那就是每年中国的人口净减少就是1500万那这个是一个其实很可怕的事情那当然了，就是比死人多更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消失的是人，对吧？但是呢，房子、什么道路商场、基础设施这些东西造出来的都还在。因为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发展你是大规模的在造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而且它是按照十几亿这个人口以及呢未来会更好的这种想象去打造的这个国家。那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里说熄灯，对吧？什么是熄灯呢？首先不是说这个房子路灯什么的熄灭，还不只是这，先是孩子，对吧？人口下降最先改变的肯定不是殡仪馆首先是幼儿园嘛，对吧？原来招300个人，后来200个，再到100个，那你房租没变老师工资也不能少水电也得交最后怎么办？就关门嘛。幼儿园再往，然后就是小学得合并中学缩班，妇产科也萎缩，母婴店也得萎缩，是吧？所以你就会看到中国未来的社会就是养老院
需要的越来越多啊，幼儿园越来越少啊，然后墓地是吧？那学区房就没有什么学区的这个价值了呀。所以一个文明真正衰老的标志，就不是墓地变多嘛，我们讲是摇篮变少，是吧？因为你今天少一个孩子啊，你觉得少出生一个孩子，其实这个孩子后续还要繁衍啊，可能是一整个一个家族树就没了，是不是？你今天少出生，比如500万人啊，那你20年后你就少500万的年轻人啊，对吧？你再过几年你就少的是这个500万的能当父母的人啊，那你这下一代也就跟着消失了，对吧？你很多东西啊，你比如房价跌了以后有可能涨，是吧？或者工厂倒了能重建呀，股市崩了也能够再有牛市什么，但是人口没了就是没了啊，因为人口是一个什么呢？叫代际复利这个问题啊。好，所以当然了，很多人想象就是未来会有一个死亡高峰嘛啊，很多人，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一个高峰会先到，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对吧？就是很多人想象老人去世就觉得就想得太简单了，是吧？就是活到80多岁，突然有一天就安详离世了，然后把房子存款都留给孩子出殡，这故事就结束了。不是的，对吧？因为你很多时候能把一个家庭拖垮的是那个老人啊，在死亡之前的那5年、8年、10年，就他可能已经瘫了，已经失能了，你就得照顾他。8月11日，财新刊啊发了一篇关于独一代啊，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啊，他们的父母照护的这个困境啊，这么一个报道，里边举了3个家庭的例子。这3个家庭的自身的经济条件啊，从低到高。但是呢，都是父母失能啊。我们来看看，比如第一个例子，38岁的女性，她母亲脑梗卧床，她就辞掉了全职工作啊，照顾她的母亲，不到3年已经就人就要崩溃了啊。第二个例子，52岁的独生女，为这个父母啊支付护工啊、疗养院的费用啊，6年花掉了大约150万啊，最后还得把父母的房卖了。第3个例子啊，40岁的一个金融从业者啊，这个是年薪100万啊，挣了很多了，那他也是母亲脑梗偏瘫，他最后就不得不转为兼职啊，他8年期间啊，就这个仅护工费用就花了超过100万。这3个故事啊，其实举的例子呢都不穷啊，都是有一定收入，还有房产，有职业能力的，但是最终都会被这个长期的这个照护啊拖进去。那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调查统计，说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超过4000万啊。那近些年的这个有一些统计的口径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啊，但应该是比这个数量还要多的。所以这就很麻烦，但是同时呢，又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中国就是独生子女，是吧？就是一对夫妻，你上边4个父母啊，对吧？甚至可能还有已经90多岁的这个祖父母啊，你下面还有孩子，这等于这一个家庭啊，这2个人就夹在中间了，是吧？所以这就面临了说很多房子就是在老人还活着的时候，你就只能被迫的卖掉。是吧？你得付很多的钱，那卖房的人也就在增加，是吧？但是买房的人在减少啊，年轻人少了呀，出生率掉下来了呀，这就是人口老龄化撞上房地产崩溃的那一刻。那中国未来的这些遗产，对吧？一般也就都是房子了，是吧？那过去的房子呢，大家默认一个逻辑吧，就是说买房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更多的人进城，要结婚，要生孩子，所以你要改善住房、刚需什么的，所以政府就卖地啊，房地产就加杠杆，银行放贷款，家庭就敢把一辈子的积蓄都压在这房子上，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总有人来接我的棒嘛，但现在接不住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个数据啊，2026年6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商品房待售面积仍然超过7.63亿平方米
这还是待售商品房啊。这个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统一公开的说全国到底有多少套空房这么一个数字啊，没有。那你没法判断嘛啊？那 IMF 在2026年仍然认为啊，中国房地产库存大约相当于30个月的销售量，但是人口连续下降了，是吧？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独生子女，他有5套房啊，从父母那儿继承1套啊，爷爷奶奶1套，外公外婆1套，加上自己可能1、2套，我们算5套房。有人说5套房人生赢家了是吧？收租金都不用去工作了是吗？那假设这5套房全都是在这个人口持续流失的3、4线城市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那有人说那我卖了呗。好，你第1套现在挂2年卖不掉，第2套你可能租出去了，你这租金可能连你的物业费跟这个维修费都覆盖不了。你第3套房你所在的小区啊，可能物业都已经撤了，对吧？第4套房你可能那个电梯已经坏了，整栋楼都已经常住人口很少了，大家都凑不齐这个大修的钱。那你这时候你发现中国人才明白啊，房子不是没有成本的，它是固定产，但它不是没有成本的。你物业费得交吧，你电梯得修啊，外墙要维护啊，消防、地下车库啊，水管什么房顶这都会老化呀，你到时候都得修。就算你1分房贷都没有，你没人住的房子你也租不出去，也卖不掉，你每年你还得为它花钱，对吧？所以你房子慢慢就成资产变成负债了啊。那老人留给你的这个遗产是吧？遗产税我们一会儿来聊啊。这就每年的账单呀，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小区啊变成鬼城啊，鬼城就比如说一个小区原来2000户人是吧？原来有2000户呢，原来有大概1800户是常住的，那你这物业费是可以收得到的呀，你也有保安，也有人清垃圾，花园还有人捡是吧？电梯也有人修，慢慢变成1000户、600户、300户，这空置率就高了。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啊，你等于是公共服务的这个单位成本就涨上去了嘛，对吧？你现在很少人交物业费了，那物业公司怎么办？涨价吗？那更不愿意交了，你这收缴率就很低，物业公司最后就只能裁员了。你保洁可能每天都做，变成3天做一次，1周做一次，保安也是减少啊，电梯坏了你得修，可能拖好几个月啊，2部电梯就只剩1部能用啊，再往后撑不下去，物业公司只能关门了，撤场。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城市腐烂的过程，就不是说突然一栋楼轰就塌了，是吧？而是说它是很漫长的，每天都比昨天要破旧一点啊，少一盏灯，停一部电梯，关一个商铺啊，这儿碎了块玻璃，那儿掉了块墙皮，最后你就发现一栋楼就住着那么10几个老人啊，房子也值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也走不了。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鬼城嘛，不是说完全空的，但是就剩那么一些老人走不了。好，这口锅到底朱镕基应不应该背呢？对吧？那你当然你不能说把话说满了啊，说今天的中国的每一栋这个鬼城啊，这个房企暴雷啊，什么都算在朱镕基头上，那肯定不能是，对吧？但是呢，你要说朱镕基跟现在的这个房地产模式崩溃完全没有关系，也不对。你忽略了那个制度源头的问题。我觉得朱镕基至少要背2口锅啊。第一口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什么叫分税制啊？当时就是中央财政很弱嘛啊，那就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这个收入啊，就是更多的钱给到中央。我们大白话来说，那是干嘛呢？强化中央的一个宏观调控能力嘛。这个改革呢，有一定的必要性啊，但是呢，改完之后出现了一新的问题，就是你地方上的钱少了，但是地方上还有大量的这种公共支出是必须要支出的呀，你这部分支出责任并没有一块给到中央嘛，还是地方出。那地方哪来的钱呢？那开始卖地了嘛，只能，对吧？卖地，城市扩张，然后地方的这些融资平台啊，然后这个把这些东西呢全都加到这个 GDP 考核里啊。
所以你等于就造出了一个土地财政的这么一个敛财机器了嘛。那好，你地越卖越贵，房子也就越来越贵，是吧？这是朱镕基的第一口锅啊。那第二口锅就是98年的时候的一个住房制度的改革啊。那他就提出来要停止这个住房实物分配了嘛，逐步就实行这个叫这个分配的一个货币化，就是住房商品化嘛啊，全面提速。那这个东西当然了，也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是吧？你有很多的住房需要改革呀，居民的这个居住条件差呀，等等的，是吧？你不可能一直靠福利分房嘛，效率也很低。那但是地方政府需要卖地和居民开始大规模买商品房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你再叠加这些银行按揭呀、杠杆啊，包括商品房预售制，是吧？然后持续20年的这个中国房价上涨的这种预期，最后就变成这个很变态的一个状态了，是吧？就是你最后所有中国人都绑定在一个假设上，就是房价最好一直往上走啊，一直有人接盘，一直往下面，城市能一直扩张，这是不可能的啊，人口永远增加。所以你说朱镕基当年有没有预见到说20年后中国就变成这样了啊，人口就跌下来，房地产就崩了，然后那么多的鬼城，这么多的高杠杆造成的这些金融的坏账，不知道啊，他当时有没有预想到这个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就是目前的这一套东西呢，是由朱镕基搭了这个骨架，对吧？后续的人再继续的往上堆这个整张账单造成的。好，我们说回来，那当年就是98年的时候，住房商品化提速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面对什么情况？就是人口在持续增加嘛，对吧？城市化刚进入一个高速期，住房非常短缺，所以就是多盖房子。但是就仅仅过了20年，你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就是太多了，是吧？而且人口方向变了，这可能中国第一次面临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就是叫错配吧，就是房地产最庞大的时候，结果人口开始减少了啊，然后老人开始大批离世的时候，那年轻人没有了，就年轻的接盘的买家没有了。好，我们现在聊聊这些未来大批的这些空房怎么办？就5条路没有一条是免费的。第一条路政府收，对吧？中国已经在尝试了一些地方国企收购部分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转成保障性住房，这只能消化一小部分库存，对吧？而且你政府买下这个空房，不是说这房子就消失了，是吧？它就是变成了一种公共资产了。那你这个房子，你还是得修啊，还是有维护管理的这些成本呀，对不对？你谁来付这个钱呢？不还是地方政府吗？它本来就缺钱，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让最缺钱的这个地方政府去接那个最卖不掉的房子，这就是一个财政悖论嘛，对吧？那第二条路就是降价卖当然这是最好的去库存的方式，是吧？但是你降10%，原来的这些业主可能就不高兴，是吧？你降30%的话，周边的这些二手房就得一起去重新评估了。如果你降50%，那问题更大了。银行抵押物家庭这个净资产的变化，地方的这个地价，房企的这个资产什么的，可能一起崩盘。所以这个很麻烦那第三条路就是出租，是吧？但是你得在人口流动量大的那种大城市才可以你放到一种小县城，那就是原来是卖不掉，现在是租不掉一样的，对吧？你能够重新去分配这些需求，但是你创造不出来人口。第四条路就是改造了，改成养老院什么人才公寓、保障房、宿舍、医疗什么社区设施什么就改但是这只能消化一小部分，而且当然它有合理性了，人口这个结构老龄化确实需要这种养护的设施嘛，但是你真正有空房的地方未必是最需要这些养护机构的地方，不一定匹配的，包括当地的支付能力，
那不一定合适，对吧？而且普通的住宅的这种户型啊、消防啊、电梯什么的医疗配套，你改成养老院，不是说我换一个招牌就完了，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而且这也要花钱。好，第5条路，就是拆咯，拆咯。那问题是说，你拆也不是免费的呀，你拆除、清运啊、产权协调还得补偿，土地整理什么都不是免费的。你房子还在，你还可以假装这是账面上的一个资产，那拆了你这些损失就必须得马上承认了，是吧？所以好，这5条路都不免费，那这些损失谁来吞呢？老百姓吞啊，银行吞，房企吞，地方政府吞，还是中央财政吞？就这5种吞法，没有第6种。但其实最终都是中国人吞，对吧？那好，接着聊，你房子价格下去了，那就是家庭负债表就很难看了嘛。那你很多人，中国人，你这房子原来值300万，你现在只剩150万了，对吧？或者跌到更低，你不仅还欠银行钱，就贷款没还清的啊，那你可能变成负资产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即便说没有失业，他也不敢消费了嘛，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在变穷啊，对不对？这就是你越不敢消费，这我们就讲这个整个一个这个叫什么经济上的死亡螺旋了，是吧？讲过很多回了。好，接着我们再往后讲呢，就是地方财政也有问题了，是吧？你现在卖不掉地嘛什么的，这个就不过多分析了哈。遗产税遗产税，那现在还没有开征啊。那我也没法预测是下个月就来还是明年就来，对吧？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全国统一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从2018年就开始实行全国联网了啊，之后又推进了什么电子证照、跨部门共享、数字化服务等等。所以你比起20年前，中国政府在掌握你这个住房权属啊、转移登记信息什么这些基础的技术啊，已经完全迭代了啊。那过去你比如是财产信息不完整，你很难核实一个人到底有多少财产，那现在完全没问题了。那当然这个不代表说马上遗产税就会来哈，但是真正来的时候它有很多问题啊。起征点是多少啊？你自住房免不免呀？多套房怎么算呀？什么一堆的问题，对吧？好，这我们也不在这儿说。但是当这个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是这样了，他可能有资产，但他们手里没有现金，那你也接不住老一辈的人给你的这个遗产，对吧？那你想接住呢，可能还得把你现有的房先卖了，才有这个钱去啊，但你又卖不掉这个房，啊，这就反正就是又是一个螺旋啊，越来越糟糕。好，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必须得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了，就是很多人觉得父母趁着几套房啊，他就当成是一个永远在那儿的啊，永远不会再去需要花钱的这么一个资产、一个财富，但其实不是，对吧？当然了，就更可怕的就是有价无市嘛，是吧？就是你挂多少钱，这房都卖不掉啊，完全失去流动性，你这就更痛苦了。所以我觉得最终全中国都要面对一个可能之前没有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缩小。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一大国呀，人口大国、基建大国，什么都是大，什么都是在扩大扩张。但是未来中国必须面对的是缩小啊，你人口也得缩小，你这些房产什么都得缩小，是吧？学校合并，医院合并，村庄合并啊，公共服务集中啊，然后一些老旧的房子得拆啊，空地还得再往绿地去恢复什么的。那怎么面对，对吧？你对于一个中国这种体制啊，它习惯把这个扩张当成政绩，那你现在让它有秩序的缩小，这个可能挺难的啊。那我觉得中国未来的画面吧，就是我们不说这个战争这些极端情况啊，如果这些都没发生，那么这个画面不是说突然就
崩塌了，它是一盏一盏的灯熄灭掉。那就是你想象这个事情啊，一个中国的普通县城，对吧？可能10几20年后啊，就是鬼城啊，你这一片楼啊，可能就那么2、3栋楼里还有这个灯光，这一栋楼里可能就那么2、3户还亮着灯，晚上人都走光了，小区什么幼儿园这早就没了啊，可能有一些老人的这个日间照料中心啊，学校好几个学校都合并了啊，超市也减少啊，公交车可能原来15分钟一班，现在40分钟一班啊，整个晚上可能到8、9点钟啊，整条街就都暗下来了，你不需要那么多灯了，这就是一个完全视觉效果上的中国正在熄灯啊。这算是世界末日吗？也不能完全算是吧，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一个中国的那种人口红利的时代就退场了，人没了啊，留下了房子，留下了道路，留下了商场，留下了地铁，留下了这些土地财政的这些后遗症啊，这些坑，这些地方债。还有一个呢是原来按照一个高速发展很多人口所设计的这么一个中国的这种城市骨架高速扩张的，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空架。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这个情况实际上我觉得真正要去评估它的危害性肯定比我今天做的这个节目还要再深化一些。因为它有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各种的社会面的影响我觉得大家肯定得接受这个事实，对吧？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可以去回转的余地人口没有回转的余地，中国的这个经济现在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你造的这些过去的这些空房，这些大量铺开的这些基建地方的这些债务，这些都没有回转的余地。所以我们必须得接受，就是中国未来会这个灯逐渐的熄灭，会越来越暗淡在这个过程中会爆发什么一些极端的事情这个都是有可能。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